给我去趟矩阵穴，走后门。谁呀？大清早的砸门，我家主人要见陆离。欧阳，哎呦，快请快请！陆老板，你心心念念的石桥图，我带来了。义兄，那个欧阳全说的并非实话。你这么肯定？来我大唐做生意的波斯人、大邑人和粟特人，都是以品鉴和收受珠宝著称的。对字画感兴趣的，即便在长安我都没听说过，何况在南州。再说我们只是观赏而已，又不跟他要，他为什么要撒谎呢？我想恐怕是跟画上的南州四子相继离世有关。大家会觉得这幅画不吉利，不值钱了。苏先生，苏先生，薛缓，怎么了？我师父已将命案探破，并且派人请了刺史、长史，你要不要一起去啊？哦，熊刺史、罗长史、苏司马，陆公父并不是因犯急症胸痛病而死，更不是因为哀思颜元夫伤心过度而亡，他是被杀的。当真如此？陆参军，得出此结论，你可一定得能服众啊！还请三位与我一同前去验尸。这还真是被杀的呀！陆参军果然神勇啊！是谁杀了我南州四子？赶快缉拿凶手！凶手已经缉拿归案，是琴师灵宝。一个为歌舞伎伴奏的琴师，竟有如此大的胆子！他已招供，凶器是把匕首，也起获了。真没想到啊！这古琴圣手陆空腹，竟落得这般结果。南州四子的声誉，南州四子之中伯期还有冷疾，现也压在南州狱。中冷二群被压在这里，为什么？原因嘛，我们一同审了便知。见过熊刺史、罗长史。我罪可当斩否？若斩，快些！我要去陪元夫公父，迫不及待。偏居一隅，自称名士，哼！事到如今，还如此颐指气使，你们的眼里还有国法吗？带上来！快走！涂元丕，可是他们二人雇你行凶的？就是他们俩，钟先生给的钱，冷先生吩咐的。吩咐你做什么？吩咐我抓住林宝，严刑拷打，叫他招供，录下供词，以备下葬之日烧给陆公父，然后把林宝带到灵堂去，由他们亲自处死。公父竟然是被人害死的，这件事情你为什么要瞒我？那晚，我与你喝完酒，你说你身体不适，我却没有尽兴，在城里找了一个酒肆，又喝了一个时辰。可是没有酒友，喝得实在没意思，所以，我便拿着酒，出城来找公父兄。公父兄，这么早就睡了？快起来，跟兄弟喝酒！快起来！起来呀！元父兄不幸病故，如今公父又遭意外。我知贤兄身体不好，若告诉你他是被杀，你岂能受得了？再者说，南州四子怎可以横死为结局？若传出去，岂不让人耻笑？为了保全四子名声，我就亲自给公父兄换了衣服。难道贤弟就不想抓住凶手，
替姑父报仇嘛。如何不想？公父生前孤傲，得罪了不少人，但到底为何人所害，我也不知道。看来此事还需报官。不可，那样我四子之名将毁于一旦。对了，姑父的琴不见了，凶手会不会是为秦杀人？袁父出殡那日，贤弟还记得吗？有人拦路拜师，他叫林宝。一定是他，一定是他。钟伯奇、冷吉，你二人对命案知情不报，背地里你们雇不良之辈行凶，欲对林宝处以私刑，该当何罪？熊刺史，此二人是所谓的南州名士，该如何定罪？当然还得由您来定夺。这钟伯奇和冷吉呀，实在是太让我失望了。可他们四子，毕竟是我南州的脸面呐。我的意思，可以不用判得那么重。若让他们下狱，不也等于打我南州的脸吗？是啊。罗参军，熊刺史的意思明白了？刺史对名士还真是格外的偏爱。我是您的属下，全听您的，立刻释放便是。哎呀，卢参军，我刚才看你的脸色，还真怕你不给我面子呢。那怎么会？不过，陆公父被杀，此案情详细，必须公之于众。凶犯林宝必须当众问斩。现在就说人是林宝杀的，还为时尚早。怎么，苏司马不信我？熊刺史、罗长史，你们先请回。冷吉和钟伯奇也可以先放了。我要见一见这个林宝。我没偷情，我真的没偷情。我是杀了陆公父，但我真的没有偷情啊。反正我已是死刑犯，只等一死，不要再给我上刑了。林宝，我是新任南州司马苏无名，我只问你3个问题，你需如实回答。那夜你潜入陆宅是什么时辰？想好了再说。不用想，周时烧过。你确定？我潜入他家院子的时候，正好传来了打更的声音。你摸进屋子的时候，陆公父在哪里？在做什么？在床上仰面睡觉。最后一个问题，你用凶器刺杀陆公父的时候，他有何反应？记住，必须如实回答。我当时一匕首就刺进了他的左胸，他应该是直接就死了，没什么反应。我问完了。苏明，你如何判定凶手另有其人？如果是活着的时候被利刃所刺，伤口色鲜横阔，肉皮紧缩，四周有血印；若肉痕齐整，则是死后刺入。此外，死后刺入肉色干白，那是因为人死后血脉不通，这你不知道吗？不对啊，可你并未验尸，只是刚才远远看了一眼。你又没有日夜盯着我，怎么知道我没有验尸啊？可陆公父的尸体，我是在抓捕林宝后才运进这南州狱的，随后我一直盯着。是吗？那我问你，仵作验尸后怎么说呀？这你就没有找仵作验尸，对吧？那日冷吉不让你开棺，你就想先抓到凶手，倒推案情。林宝招供，
拖延批被抓，你就迫不及待的请来熊刺史和罗长史，就是想让冷吉和钟伯期难堪，对吗？陆凌风，你太自负了。我是想，我没请仵作，你自己验尸，你可否发现陆公父颈下的勒痕？痕起喉下，平且深，色暗黑，而并不是起于耳后发际。这是绳索不相交才会有的死相。眼帘有出血，嘴唇青紫，皮下有血点，这都证明他是被人隔着东西勒死的。苏司马，我这个代司法参军犯下大错，请立刻将我革职。刚才林宝说琴不是他偷的，怎么？那三国古琴还无下落？是，我以为与本案并无直接关联，所以你便忽略了。卢参军，拜见苏司马。卢参军，你简直神了！你让我盯着欧阳全，我发现他鬼鬼祟祟地去了聚珍轩。他离开聚珍轩的时候唉声叹气的。之后啊，聚珍轩来了好几个人，看着都不像好东西，还有人套车。最后我亲眼看见聚珍轩的老板抱着2样东西上了车，一样就是欧阳全带过去的盒子，另一样，南州老百姓人人认识，那就是陆公父的三国古琴。罗凌风，我还以为你把这么重要的线索给漏掉了。那盒子里装的应该就是石桥图。欲破此案，一图一琴至关重要，速追。是。各位英雄，你们既收了我的钱财，就快去替我拦住这些谋财害命之徒。等到了长安，我定当双倍报答呀！你2人护车先行，其他3人随我断后。我乃南州司法参军，尔等让开！卢参军，跟这些人没理可讲。杀！杀！杀！老谢，不许乱杀，捆回去细审。撤！别动！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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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少了1匹马，舒缓，继续追。是，撤！
车夫啊！撤！师傅，他朝那边跑了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撤！你这贼寇，杀了我吧！你说谁是贼寇？若非谋财害命，你追我干什么？我的钱全在这儿，你拿去便是了。放肆！我乃南州代司法参军，陆公父的古琴与石桥图何在？我怎么知道啊？师傅，他藏在这儿了，这儿，这里。把他们俩先带下去。快看！看见了吧？苏司马已经先行预审，你就从实招来吧。我可没杀人呢，我确实是想得到那幅画，可我没杀人呐。那你为什么要逃离南州，还请了刀客护送？我想尽快到长安把石桥图给卖了。倘若那颜元夫和陆公父的死讯传到了长安，这幅画就卖不上好价钱了。至于请刀客护送，那是怕这一路上有山贼劫盗。石桥图，你花了多少钱买到的？3万钱。3万钱？司马上官刚才不是审过欧阳全了吗？我说的可都是实话呀。先前你出15万钱，我没有卖，如今我也把玩够了，你再给个价，合适的话，这画你就留着。哎，这儿怎么多了点东西啊？这里原来就是乱石和竹子呀。哎，你没有去过石桥山吗？不对，欧阳全，你不会拿一幅赝品来糊弄我吧？我说你懂不懂画啊？这张轩的作品讲究的是布局、人物功力、笔触细劲圆浑，所以右下角的乱石和竹子一定有问题。哎呦，我实话跟你说吧，因为我存放不当，这块被水浸泡过，留有水渍，所以我就动手给补了几笔。你，欧阳全呐，欧阳全，你知道你都做了些什么吗？你把张轩的这幅名作都给毁了。那事已至此，你开个价吧。3万钱，陆离，你也太狠了吧！张轩现役，
名满大唐了呀！不卖呀？那宋柯，你行，买！陆离，你多年求购此画，欧阳权却一直不肯卖，我有理由怀疑是你杀了陆公父啊，造成石桥图不吉利的假象，迫使欧阳权主动低价割爱。没有，我真的没有杀人呐！那陆公父的古琴你是怎么得到的？别编瞎话！那琴是我拿回矩阵轩的，是从陆公父家里拿的。拿？偷的？怎么回事？说清楚！我有个相好的，住在城外，离陆公父家不远。那晚我从他家出来后，正好经过陆宅，酒后口渴，看大门未关，便想讨口水喝。陆公，陆公可在呀？哼，也喝酒去了。怪我呀！我就是干这行的，我爱谷物如命啊！陆离，你是何时进的陆宅？那是寅时，应该是子时吧？陆公父是被你勒死，然后你又将他的尸体拖至卧房内，摆放成正在安睡的姿势。没有啊，上官，我真的是在寅时才路过陆宅的。我那个相好的米氏，她的男人是个更夫啊，我每次跟他幽会都是寅时才离开的。上官明鉴，上官明鉴，上官呐！他们找到陆离说的那个米氏，男人确实是更夫，陆离没有撒谎。他离开米氏家的时候，已经寅时。哎呀，此案越发的不简单了。凶犯应该已经进入了我们的视线，或许只是我们漏掉了某些细节，所以才没有发现他。苏明，要不是你，我就把灵宝行凶的布告给贴出去了。贴布告？这是个好主意。把陆公父被杀的事情公之于众，重赏提供线索的知情者。有的时候，这就是探破贵案最直接、最有效的方法。提供线索，接赏晚钱。陆公父是被杀的，我还以为他是跟着颜元夫而去了呢。哎，这兰州四子啊，竟落得如此下场，以后谁还当什么名士啊？是。哎，你们看啊，重赏知情者，哎，这在南州可是头一回啊。是啊。早上记得啥呀？别着急，喝口水，慢慢说。啊。好。累死陆公父的是个和尚，我亲眼所见。陆公父不仅是个名士，他还是个善人。若在城里我讨饭没能填饱肚子，就去他家后窗敲一敲，他就会给些吃的。有时啊，他还把从酒席宴上带回来的好鱼好肉从后窗递出来给我吃呢。
这是什么时辰的事儿啊？子时。子时？你不会是为了骗赏钱瞎编的吧？赏？你就这么相信那个乞丐？他是第一个。若不赏，以后还会有人为我们提供线索吗？不过这乞丐倒不像在说谎，他身份卑微，不敢报官，也合常理。所以呢？应立刻排查与南州四子有关的僧人，尤其是与陆公父有过交往的。一定要注意细节，细处才是查案的关键所在。你们在干什么呢？鸡肉粥都热了3回了，到底开不开饭呢？吃饭了，吃饭了。我刚听说是鸡肉粥，鸡师最爱喝了。好了，吃饭了。这画看了一上午了，也该还回去。等一下，这石桥图确实是张轩一生的杰作，今日得以欣赏，也不算白来一回南州。只是欧阳全骗了陆离，骗了他。看这个地方，应该不是被水泡过。这些乱石和竹子是为了遮挡原有的景物，或许更可能是个人。人？这是张轩所画吗？应该不是，从墨迹上看，应该是后加上去的，好像是一个奔跑而来的人。这明明是乱石和竹子，你从哪儿看出来是个人？从此处看，改画之人必懂画。这个地方只有添加人物，才不会破坏整幅画的神韵。你完全是凭想象，有何证据？没有，但我可以把我想象的画出来。你画的不就是欧阳全吗？你们只见过一面，就能……此画一直被欧阳全所收藏，改画之人一定是他自己。若真如喜君分析的那样，这里原本有个人物，那必是欧阳全无疑。他是想通过这种方式了却自己成为第5子的心愿。若此画传世1000年，又有谁会知道，到底是4子还是5子呢？欧阳全用这种笨拙的方式获得不朽，倒也真是可悲可叹啊！欧阳全就像那灵宝，对南州4子由慕而怨，再生恨。不对啊，陆公父死的那日，他在家，我看过证词了。我也看过证词，可证人都是他的家人，只是说在后花园宴客，通宵达旦。但到底请了哪些客人？客人的证词何在？两位上官，裴小姐，那幅石桥图早已经不在我手上了。你们怎么又来了？可是你并没有把它卖给波斯商人，而是卖给了陆离。陆离犯了盗窃罪，故此画暂时由州里保管。我把它带出来了，要不要再欣赏一下？这幅图我已经欣赏把玩了15年了，可以说与我朝夕相处。但如今已经割舍，永不再看。送客。站住！本
参军，非要你看不可。你这是何意呀？欧阳权，还是看看吧，看看此画与你卖给陆离时有何不同。把画打开。来来来，看看右下角。哎呀，哎呀，这是何人妙笔啊？这画的比我好的太多了。你们看，你们看啊，这画中的我，这身形，这眉宇间，这简直是名士风范呐！此画可改为南州五子图啊！这是何人所画呀？我义妹喜君。哦，如果我没猜错，这正是您改画的原意吧？是啊，可我改的不堪入目，与这画上的4位名士相比，俗不可耐。哎，喜君小姐，可否将这个我直接改在这幅画上啊？我愿出重金酬谢。对了，这石桥图现在已经不是我的了，我要把它赎回来，我要出15万钱。苏司马，这可否成全呐？欧阳权，你想加入南州4子，竟如此执着。对呀，这是我此生最大的心愿呐。故被陆公父拒绝，赶出家门之后，由绝望而萌生杀意，假意在后花园宴客，却不准其他人进入。此时再翻墙而出，又借城墙低矮，潜行到郊外，再对陆公父痛下杀手。哎呦，陆参军，你说的我确实想过，我甚至在梦中都实施过。可是我对4子之情由不得我下手啊。要不这样吧，只要是喜君小姐答应我，用你的妙笔把我加在这幅画上，我便认罪，我愿立刻伏法，只求临行时让我抱着这幅画。哎呀！陆公父死的那晚，就是你们4个与欧阳权在这里饮酒作乐的。欧阳老板给了钱让我来，我不好意思不来呀，你说是不是啊？他还让我煎茶品茶，这我哪会呀？燕元府的真迹我从未见过，我都不知道该如何下笔呀。我就是一个弹箜篌的，他非要我弹什么古琴，你说这不是为难我吗？那4个人都交代了，欧阳权给他们钱，让他们装扮成南州4子，就在这园子里与他携手，共作竹林之友。这不是第一回了，每年的3月初3，兰亭雅集的日子，欧阳权都会邀请他们来这儿饮酒作乐，通宵达旦。这次虽不是3月初3，想必是因为4子丧伴，所以才举办了这最后一次聚会，也是对他自己追求名士的心愿做个了结。看来这欧阳权可以排除嫌疑了。我看这个心结，他并没有完全过去。一个商人，竟如此附庸风雅，也实在是值得人同情。我看是可笑。我不在这儿浪费功夫了，与那4子交往过的和尚都找到了，其中2人有嫌疑，我得亲自去审。你再去问一下钟伯奇和冷吉，那陆公父一向傲慢，可曾得罪过和尚？哎呀，从性格上看，这卢凌风和义妹真是大相径庭啊。所以呀，
要想使卢凌风像义兄一般心思缜密、断案如神，我才是他最好的帮手啊！哼。卖梳子，卖梳子啦！这位大哥，买把梳子吧。去别处卖去。这个是自家做的桃木梳子，驱鬼辟邪的。再好我也不要，赶紧走远点，不然的话，我会挨板子的。快走！哎，买一把吧。哎呀，快走快走吧你！这里就是中府吧？你是？新任南州司马苏明想拜访钟先生。原来是上官呐。不过，我家主人和冷先生正在监察呢，这恐怕什么？监察使，就算刺史来了也不见。那我向你家主人学习监察，你看如何？那容我去通禀一下。不用，钟先生乃名士，自放达不羁。我直入其察室，他是不会生气的。在长安时，苏某只知茶可饮，后来听说南州有名士以品茶为道，今日我才得见如此精妙的监察之法。伯期先生不愧是茶艺大家。我兄乃南州四子之首，这饮茶之道，就是伯期之道。今日冒昧登门，就是想告诉二位先生，杀死陆公父的，并非林宝。那是什么人？现在还不知，只知在林宝刺出匕首之前，陆公父已死。公父苦也。若抓到凶手，我当将其碎尸万段。二位先生，节哀。司马何时才能抓住凶手？现在还不知道。我此番前来，也是想向二位先生了解一下，陆公父生前可有仇家，尤其是僧人。公父向来独居，性子孤僻，与人结怨或有可能。仇家，我不以为有。僧人仇家就更没有了。公父慈悲，僧人朋友倒是有几个。兄长，钟先生这是病了，可曾看过郎中？啊，救济无妨。我有个朋友深谙医术，随我从长安来，要不让他给您看看？谢谢司马，不必了。司马既然来了，就请坐下品一碗茶吧。那2名僧人也排除了嫌疑。南州境内大大小小的寺院，我都走了一遍，也没发现什么线索。那会不会是经过南州的云游僧人行的凶啊？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，但缺乏行凶的动机。陆公父最值钱的就是那古琴，其他财物也并没有丢失。这么说，此案此案暂时陷入了僵局，也许得多些日子才能找到真凶。苏司马这话等于没说呀。啊，不过这也正常。虽说你是狄公的弟子，但毕竟也不是狄公啊。此案一直由我查办，与苏司马何干？你，长安也是有消息能传到南州的。刺史啊，要我说，这个司法参军卢兄就不要代理了。他也是当过中郎将的，不在乎这么个小官儿。
你我可别自找麻烦呀。二位说是不是？是啊，以卢凌风之才，代理个司法参军，确实说不过去。在来的路上，他还让我帮他请辞呢。多谢熊刺史抬爱，代司法参军一职，请收回吧。也好也好，这样苏兄和卢兄在南州也可以过得更悠闲一些。哎，对了，南州最近又有了件大喜事，本州乡贤谢公的2位公子双双考中了进士，今晚要在湖心亭宴请宾朋，也请2位前往还有可以带上裴侍郎的千金，一同游玩，可好？都听刺史安排。悠悠风波起，惊觉寒夜里，拂眉去。盛世繁华里，着新年生安逸。万骑不休，跋涉夜行。心有火光燃东河，举风鸣。是正义。为这长夜孤影寻一个真理，凌云壮志为伴撑起了天地。苍生难移，将是非刻在朗朗心底，要真相重拾这正义。总有你无情暗涌在心里，出命运道尽世间情，恩为年，怨为心，河山不休，翻云覆雨。山伏荆棘，高为远，求安心，为正义。为这长夜孤影寻一个真理，凌云壮志为伴撑起了天地。苍生安逸，将是非刻在朗朗心底，要真相重拾这正义。纵有千帆险境，亦不枉此行。只惧尘血落尽，空有缘为命。生死何以将情浪化尽这好风景？冉冉正气，是心有所